我们今天来聊聊太空。不过这可不是你想象中那种旧的太空竞赛哦，这是一场全新的淘金热，游戏规则正在被改写，而且参赛者也不再只有那几个超级大国喽。以前探索宇宙是政府的专利，但现在它正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商业追逐战。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来，太空的规则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专属于超级大国的舞台，一场用来展现国家荣誉还有顶尖科技实力的终极竞赛。讲白了就是只有政府才有资格上太空。你想想，在冷战那种氛围下，太空就是国家力量的终极象征嘛。所以私人企业在这场游戏里是连一张入场券都没有的。所以啦，问题来喽，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是什么样的力量打开了这一扇通往宇宙的大门，让私人企业也能进来参一咖呢？想要了解现在发生什么事，我们得先把时光倒转一下，回到过去。第一波的太空竞赛完完全全是由超级大国主导的，也正是这个时期确立了我们所熟知的旧秩序。这一切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一部非常关键的法案，1958年的国家航空暨太空法。它不只催生了 NASA， 更从法律上直接确立了美国所有的太空活动通通由政府来主导。这基本上就定下了一个调，太空是国家的事。不过这个规则当然没有永远不变。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变。法律开始刻意的为私人企业打开通往最终疆界的大门。你看这条时间轴根本就是一个变革加速的故事。1984年第一次允许私人发射火箭，到了1998年开始鼓励 NASA 跟民间公司合作，再到2010年商业伙伴关系正式成为国家的政策。但真正的转捩点在2015年，商业太空发射竞争力法赋予了美国公司拥有甚至出售外太空资源的权利。哇，这一步等于是为这场宇宙淘金热正式鸣响了起跑的枪声，也彻底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OK， 美国这边有动作，你知道吗？马上就点燃了全球的热情。这不再只是美国自己的故事了，而是一场全球性的太空淘金热。世界各国都在争先恐后的制定自己的太空法规。哇，你看，从地图上就一目了然了。从沙烏地阿拉伯到泰国，从印度到秘鲁，世界各国现在都在利用太空技术来加速实现各自的经济科学还有战略目标。太空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一个新引擎哦。当然啦，每个国家的玩法也不太一样。美国的重点就是商业化跟资源权，日本呢则更关注国家安全跟资源权的结合，而韩国的目标是整个产业的发展还有私有化。你看，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优势，打造自己独特的竞争模式。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例子，你就更清楚了。中国始终是坚持国家主导，从早期的651工程到863计划都是这样。那日本呢，他们是双管齐下，2008年先把太空跟国安挂钩，2021年又立法允许私人拥有太空资源。韩国也在急起直追哦，2023年成立了统筹机构 KASA， 也就是韩国的太空总署，隔年马上立法，把发射权转移给像韩华航太这样准备要挑战 SpaceX 的民间巨头。至于欧洲嘛，他们有个比较特别的挑战，就是缺乏本土的发射场，这也让他们很积极的在瑞典和挪威找新的据点，希望能摆脱对外的依赖。好，讲了这么多法律策略这些纸上的东西，到底在现实世界中变成了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就从纸本上的法规走到地面上的发射台。这些就是这场新太空竞赛背后的关键推手。从老牌的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 ESA， 到相对年轻的日本 JAXA、中国国家航天局 CNSA， 再到韩国历史悠久的航空宇宙研究院 KRAI， 这些都是各国太空野心的执行者。没错，这些法律和机构的最终成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正在世界各地拔地而起的实体基础建设。现在我们的地球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发射平台网络，从美国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到中国的文昌发射场，
从日本的种子岛到韩国的罗老宇宙中心。这张清单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全球太空产业的实体足迹有多广，也证明了这场竞赛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具体。好，这一切的发展最后都导向了一个最根本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在这个新的太空时代，月球或是其他星球上的资源到底是谁的？未来还没有定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美国2015年的法案明确地允许他们的公司去拥有、使用和出售从外太空得到的资源，这可不只是捡几块石头回来那么简单哦。我们谈的是月球上可以转化成火箭燃料的水冰，是小行星上那些对地球科技来说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日本在2021年也跟上了，授予私人的经营者对他们所发现的太空资源的所有权。这两部法案可以说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法律先例，也为未来的太空经济奠定了基础。